Hello， 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话题源自于和一个朋友的聊天啦。虽然我个人没有经历过长期的缺钱或者说贫穷吧，但我依然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启发。好，点个赞，我们开始。当然不点赞，我也要开始。好，长期缺钱啊，穷自卑是肯定的了，这点我觉得应该不需要解释啊。但是在自卑之下，很容易出现另外一种扭曲的心理，就是不配得感。真的，我发现啊，长期贫穷的人，注意是长期哦，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认知，是那些珍贵的、昂贵的、稀缺的东西，我都不配拥有。从应季的新鲜水果，到合身又好看的衣服，再到无条件的爱，都不配。从表面上看啊，这可能和节俭很像，但细琢磨一下，其实是不同的。节俭是我没必要，而不配得感是我不值得。这和买不买得起没关系，我不值得，这是一种对于我自己这个人的否定。像我见过从小因为家境不好啊，只能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的人，长大之后连买件新衣服都有很强的心理负担，买了之后甚至会出现一种负罪感。除掉这些物质的东西，有的人他们一旦和好的人约会，就会下意识的开始自卑，觉得人家那么好，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呢？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玩玩而已的，他不可能长久的喜欢我的，等等等等，这种想法，对吧？都是觉得自己不配啊，不值得。所以这里就记得俞敏洪说过一句话啊，说自卑的人一定比狂妄的人更加糟糕，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住生活中本来不属于他的机会，但是自卑的人永远都会失去本来属于他的机会。我觉得是蛮贴切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不配得感都来自于贫穷，但很难否认贫穷确实容易导致不配得感的产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为钱伤脑筋，每个人的钱都是不够的，但是长期缺钱的人，因为长期的缺乏，很可能陷入一种一错再错。就像是《稀缺》这本书里面说的，当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某个缺乏的资源上，人就容易被它搞得混乱。比如钱上面，我太缺钱了我满脑子都是钱，所以为了搞钱，我做什么都行，对吧？这就很吓人了。以及这种对于钱的过度的注意力，也容易让我们忽视掉我们为了搞钱所做的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糟糕？再比如，很多人缺钱的时候，容易去借钱嘛，刷信用卡，因为缺钱会让他们过分的聚焦于眼下的拮据的生活状态。那怎么才能缓解眼下这种困难的生活状态呢？就是立刻马上拥有一笔钱，不偷不抢，还能怎么办？对，花呗。我突然觉得花呗这个名字看似取得随意，其实有东西的。好，借钱，紧接着问题来了，怎么还呢？这个月靠借钱过去了，下个月怎么办？搞到后面本金还不上，只能一直还利息。这些长远的问题，或者说借贷的成本的问题，就被他们选择性的忽视掉了。所以这很容易导致债务缠身，东边填西边补搞得焦头烂额的。所以当我们的对钱的匮乏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我们对这种稀缺资源产生了借用心态的时候，人会被这种稀缺感占据大脑的心智带宽。说直白点，就会让一个人在钱的问题上变得短视，甚至变傻。这种时候，人很容易因为小钱最后损失大钱，所以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提问：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谁更难控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注意是消费欲那种欲望。回答：没钱的人。很有意思。意志力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有2组学生，一组刚吃过一顿大餐酒足饭饱，另外一组就给他们一些清汤寡水，并且吃的时候眼前还摆着各种山珍海味，但是不能吃就故意馋他们。好，吃的环节结束之后，分别让2组学生去做数学题，人们就发现吃饱喝足的那一组学生更愿意在数学题上耗费时间精力连做半个小时都可以。第2组学生清汤寡水那一组就完全没有耐心3-5分钟就不耐烦了，要退出为什么？就是因为意志力是一种资源，它是会消耗的。前面喝清汤寡水又看着山珍海味的时候，一直在忍，一直在消耗意志力，所以后面就没有多的留给数学题了。不信我们现在可以来一题球拍和球一共要花11元，球拍比球贵10元，问球多少钱？答案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精力、意志力去读题、去计算？如果你的意志力现在已经消耗很多了，你现在很累，你根本不会关心答案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的意志力存量还可以，起码你会去试着算一算，然后就会发现啊，球是0.5元。所以意志力和体力其实差不多啊，都是一种会被消耗的东西。而长期贫穷的人，他们的很多意志力其实都用在抵抗物质诱惑上面。同样是选择不买一个东西，对于不差钱的人来说，他不需要去刻意的控制自己，他只是做了一个选择嘛。可能这个东西他不喜欢，或者他有同款了，他觉得不划算等等，但他知道他想要是可以买得起的，他只是主观选择了不买。而缺钱的人，不论用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自己，其实他潜意识里面都清楚，他不买是因为买不起，他是被迫的动用了意志力才放弃了这个东西。所以这就回答为什么没钱的人更难控制住自己的消费欲。其实和减肥也是一个道理啊。一个不缺吃的人，他可能出于不爱吃或者我吃饱了而选择不吃某样东西，他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来抵抗它。但是减肥中的人更有可能是明明怎么样很想吃啊，但是因为怕胖而刻意的使用了意志力来控制自己不吃，那结果经常就是意志力用完了，实在忍不住了，然后开始暴饮暴食，吃到撑还停不下来那种。因为他的意志力已经在每一个和食欲做斗争的时候耗尽了，所以控制物欲是需要消耗我们的意志力的。意志力消耗的越多越快，甚至没有了，反而很容易出现冲动消费的行为，结果就是本不富裕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坏消息是我没办法教大家怎么暴富了，我也不会。好消息是这些心理烙印其实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有个老生常谈但绝对有效的办法，就是做规划。规划分为2步啊，首先是存钱，这个听上去好像很荒唐，都没钱怎么存呢？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里面特意强调了这一点。不管你现在的收入多么微薄，也要从中挤出一部分钱，强制性的把它存下来。作者给出的一个大致的比例是至少是收入的10%，也就是说月入2000存200，月入1万存1000嘛。按照这个比例存钱，其实并不会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什么特别的下降，但是坚持下去却会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规划的时候，焦虑自然的就消失了。虽然不多，但是它存在那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帮你兜底，这种兜底也会增加我们整个人的底气。自信嘛，底气慢慢增加，特别是一段比较长的时期之后，那种自卑不配得感其实就会慢慢下来。好，那么存多少才是头呢？对，没有头。规划的第2步就是除了存钱以外，花钱也很重要。同样，作者提出剩下的90%应该怎么分配啊？首先，你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车贷、房贷，总是要拿出大头来的。作者提供的参考比例是50%，收入1万生活费大概就是5000左右。然后社交也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当我们在结交比我们更有价值、更加成功的人的时候，往往都需要遵循 pay to play 的法则。就像我在课程里说的一样，圈子的本质是门槛，而越过门槛是要有成本的。那这个成本，作者建议也是10%，我认为是完全合理，也有必要的。而且退一步说就像我们说自卑吧，是我1毛不拔，当然自卑。如果我们也可以主动的付出那也完全没必要自卑嘛。然后就是自我提升、学习、进步，同样需要花钱。这个收入大概也是10%去学习一些能够帮我们获得更多生产力的知识，很重要。最后还有20%，作者给出的建议是拿出10%作为享乐专用。毕竟很多人想到要规划、要存钱、要省吃俭用，太苦啦，要不停的抵制诱惑。我们刚说意志力没了，对吧？当然就坚持不下去。所以作者说，你索性就专门拿出一部分来享受，即便是规划，也不代表要过无欲无求的人生这样反而可以给你更多的动力，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最后的10%，这是作为短期目标的开销。比如我1年想旅行1次那我每个月存1000块，年底我就有1万多了。或者我要买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吧这都属于短期目标。当然每个账户的具体占比根据情况做一些微调啦，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分出更多的账户。但是这背后的逻辑是共通的，就是对于钱这个东西的失控包括过度的匮乏、过度的挥霍
都需要这么一个规划的过程来重塑也管理自己对金钱的认知，这样我们就不容易陷入稀缺心态，把钱花到正确的地方。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去期待这种一夜暴富，像上面这种规划反而是更好的，对吧？它是有一个内在的结构，一个逻辑，然后又一步一步的帮我们去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改善之后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如果不是什么飞来横祸啊，基本上不可能让我们再回到之前那种长期贫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治本的方法。然后说到这个话题，曾经我爸妈也问过我，问我会不会怪他们没有给我创造一个富有的生活条件。讲真，我偶尔会羡慕那些一出生就开法拉利的人，但其实也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并不会去怪父母没有给我这些，因为怪来怪去其实没有用的。特别是当我知道了今天这集视频里面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很好，我其实无形中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虽然我还没有暴富但是我有信心，我不会对着下一代问出同样的问题。